Hello， 大家好，这里是3万。今天呢，在影片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啊，我们在内心里面是不是一直有一个声音？就不是那种很诡异的声音啊，就是比如说你在默念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声音？就比如说这段词。我会的耶。会的是吧？但是我自己的声音。是你自己的声音是吧？好，那大家心里面那个声音是不是自己的？也可以在影片里面留言，我们都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一样？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啊。那大家继续回忆一下，我们平时在做决定或者是自责，甚至是回忆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不是自己的？回忆没有声音吧？回忆可能没有声音，但是决定和自责的那些事情，是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回忆肯定是自己的吧？你确定是你自己的吗？起码我不是啊。真的吗？但我觉得自己做的决定应该是自己的吧？难道别人还能操控你啊？不是别人能操控你，就是你内心的声音啊，不一定是自己的。不一定。那是谁啊？对我来说，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有时候在做决策或者说在做判断的时候，那个声音是我爸的。真的假的？是的。或者是有时候在想一些回忆的时候，那个声音是我的一个长辈。就或者是平时默念的时候，那个声音才是我自己。就他告诉你的时候，他告诉你重大决策，那个声音，就当时的那个声音。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内心再去问他们，或者是你内心没有在问，那个声音就是他的并不是我自己的。哇，我能清晰的听得到，但是我知道这个声音的人是他，但是在说话的那个人是我。真的这么神奇啊？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吧。大家是什么声音也可以在影片里面留言啊。我是没有啥声音的。你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自己的声音感觉是自己在决策呀。对，其实这个事情在很早以前就有人做过实验。做过实验？或者说做过研究。研究就表示大多数人都确认那个声音是自己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呢，那些声音就像我一样，就是有很多角色的声音。那为什么？为什么？这只是个现象嘛。但是今天后面我就会说为什么。我好想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然后这个实验里面还有一组非常好玩的数据，就是有很小的一部分人，他们在默念或者在做决策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对，自己想的声音啊，自己想的呀，他也不会有声音。对，就是他们在默念一些段子或者是看一些内容的时候，都没有声音，他脑子里是没有声音。你有声音，你怎么知道你在念呢？对不对？念到哪里了呢？我们普通人的感觉就是你在默念嘛，就是在念，对不对？心里面念。对啊。但是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从来没有那个声音，我只是读了，在他的内心里面是没有声音，但是他们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画面。画面。对，他们在念东西的时候，就我们平时自己看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可能快速的念，对不对？比如说他看到鸡这个字就是鸡，对，就是鸡出现。对，他们会把一段话直接变成一个图像，然后通过图像去理解。高级的人类啊！是，不过就感觉很高级，对吧？而且他们不光是图像，他们会把一些文字型的东西抽象成一个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一个很虚拟的概念。就很厉害，是挺厉害的，天生的这玩意儿。对，这个是真的是天生的。不过这个能力也在我们人类的一个特殊能力的范围之内。这个我后面会讲。蛮有意思的。是的，这个研究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发现我们如果平时鼓励自己的时候，用自己的名字去鼓励自己，比用我去鼓励自己更加的抗压，或者更加有动力。真的？那回去可以试一下。但我从来好像不怎么鼓励自己也可能我比较不需要鼓励。就比如说，我可以的，这个就没有用。但我之前会想的就是心里面想就是别人可以，我也可以。但我不会去说，就是只是心里想，他不会说对，这个告诉自己这个太极端了。没有你在给自己打气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一定可以，这个事情我一定记，那这个事情就不行。是吗？就是说它的成功率会很低。但是如果你用自己的名字，就是你把自己当做一个第三人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特别行。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看作另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去安慰，因为我们会产生第三视角，这个是我们人类独有的能力。就比如说你碰到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你就说闪闪，你可以的，就是这种有效的。
好，那问题来了，那个被安慰的人到底是谁？珊珊啊，对，是你，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说的人，一个是听的人。但其实都不是他。对，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对啊。包括我们在默念的时候，我们在念出声音的时候，就会有两个声音。对，包括我，对不对？我刚才那种情况是其他人的声音，但是在念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个声音，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有两个人在，对吧？你既说了，你又听了，我的天，对不对？哦，那人家电视剧里面真的对镜子给自己鼓励，还是蛮有用的了啊！是啊，这个是一个心理暗示法，这个我们后面会单独开影片给大家讲解啊，可以啊。然后这种事情啊，在科学界里面其实是有解释的，它叫内在语言。内在语言是的，内在语言它就把这个事情分成两种，一种是说的人，一个是听的人，这个是通过他们的脑科学发现的，而且这也是我们人类独有的一个能力。独有的一个能力。那自己跟自己说跟别人跟你说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一样？别人跟你说你是听得到的，其他人也听得到。对啊，自己跟自己说，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对吧？对，这就不就是区别吗？但是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本质上的，你现在心里面在说什么话？可能在骂我，我不知道的。没有啊，你会直接骂，对不对？啊，就心里面去对自己鼓励。对呀。哦，不是说出来的。就包括你默念嘛，你自己在默念的时候，别人也听不到嘛。哦，对吧？这样子。而且这个能力是我们人类独有的能力。哦。叫第三人称虚构，就是我们会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存状态。你不说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太常见了，对不对？对呀。从来不会想说自己在默念的时候，为什么我能听得到呢？对不对？你内心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对，大家因为生下来好像就有。对呀。不是吗？是的，但从来没有观察过。而且刚才我们说的第三人称虚构这个能力，也是让我们人类能够活到现在的关键之一。啊？为什么？哎，这里就要插一个题外话了。就是我们人类啊，其实在同一时期，当时有9种人类。9种人类就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白人、黄种人和黑种人，是说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在同一年代存在的人种有9种。9种。对，就是他们之间是很难生育的，跟我们人类这种基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在1450cc，而我们普通智人呢？是1350cc，就是说他们的脑容量比我们更大，身体比我们更壮实，理论上他就会比我们更加聪明嘛。对呀。但是他们为什么被我们消灭了？或者是说他们为什么消失了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远古突然有一天获得了这个虚构的能力。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创造了一个神，他说我们要相信这个神，神会给我们带来光明，所以所有人都开始崇拜这个神。然后慢慢的族群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灵长类动物啊，里面有一个叫邓巴数的东西。邓巴数没听过对吧？我给你解释一下，邓巴数是说一个人在社交圈子里面接触的极限数字，就比如说你能够维持你的社交圈的人数最大是多少人？极限。对，我们灵长类或者说我们人类是150个人。对，150个人，如果你超过这个数，你就会忘记一个人。啊，是吗？我社交软件上面有好多人。社交软件是会有好多人，对不对？但是它不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同样的，大猩猩邓巴数就只有10，然后黑猩猩它有50。哦，黑猩猩还50。黑猩猩跟我们是同族啊，所以你会发现黑猩猩的族群它只要超过50，它就会自动分裂，会出现那些不服首领的那些黑猩猩，然后又生成一个新的族群。所以我们灵长类里面就有邓巴数这个限制。但是现在我们人类族群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呢？就是因为我们产生了一个虚构的概念。我们会为了一个集体的荣耀，或者说为了一个宗教嘛，或者为了集体的信仰，所有人都聚集起来。那在上古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部落。所以通过考古研究就发现，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他们居住的部落的地方，最后就基本上都是在山洞里，或者是在这些悬崖边上。就是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的在被我们挤压，因为我们族群越来越大。但他们其实也没有真的灭种，他们融入到了我们基因里面。我们的基因里面其实有2%是尼安德特人，但是他们纯种的尼安德特人或者丹尼索人，他们就完全灭种，就不见了，消失在整个文明长河里面。
所以虚构能力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也是今天我们默念的时候能够听到那个声音的原因。好，我们说回来啊，那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具备听和说的能力，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可能吧。这个真的有可能。就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美国加州有一个叫史丹福的实验团队，他们就专门对瘫痪病人或者是渐冻症的病人，他们就想说，既然这些人已经不能动了，那他们想要尝试着让他们能够发出更多声音，跟他们交流，所以就在他们的脑子里面插了一些电击管，然后通过 AI 扫描探测他们内心的声音，结果真的做到了，精准率差不多达到74%。对，他们能够知道他们平时内心的想法，他们的内心独白，然后包括在他们病床旁边是有一些机器的，那些护工或者是家人是能听到的，能够直接翻译出来他们的诉求的，好像是他能说话了。对，人文关怀嘛，所以这个对于人权特别重要，对，特别好的。是的，不过这个实验不是说在2025年才有，其实这个实验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只是我们的脑电波它的数量太密集了。如果纯靠人工来帮他去校对他的脑电波的指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会非常烧经费。所以这个事情在过去一直没有推进的原因，就是因为经费太高了。但是现在有 AI 了 ，AI 就能够快速帮我们扫描出这些脑电波的真实意图，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脑电波的每一帧到底代表什么含义，但是因为数量特别巨大，所以我们就不能做到那种实时翻译的那种，所以这个实验对于我们人类而言是特别有用的一个实验。但是其实我比较关注里面一组数据就是他们确实拿到了那个说的人的声音，但是在脑电波里面那个听的人的声音消失了，他听不到。对，他们听不到那个听的人的声音。为什么？理论上你听和说应该在大脑同时发生。对啊，但是他们只捡到了说的人的声音为什么？说的那个人的声音是他自己说的。对，那听应该也是自己能接收到的，理论上应该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电流。接收到了嘛？对，这个讯息应该会接收到嘛，但是并没有，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要讲的恐怖假说。恐怖假说对，叫量子意识深空假说。深空。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讲关于意识的影片里面其实有讲到。因为很大一部分科学家都认为，我们的意识背后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识，那个意识才是我们自己。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过吗？就是你决定动这个事情，不是你脑子决定你动的，而是你动了之后，你才意识到你动了。而且彭罗斯的假说里面有一个叫微管微管理论，这个微管理论也在解释说，我们的大脑可能存在大量的量子效应。就是我们的脑子只是一个天线，去接收背后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其实也跟我们很多古代神话对得上。我们在出生之前看过我们这一生的剧本，然后才决定来到这个世界上。真正操控你的还是我们自己。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意识只是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这就会引发出一个让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我们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个终极问题，对不对？这么多哲学家都在想，现在还没有答案，只是它有很多辩题。所以意识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有什么最新的进展也会跟大家分享。可以，好的。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哦。订阅，拜拜。拜拜。